这个项目沈墨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是你毁了我一辈子。今天我让你和这系统一起完蛋！我没死。太好了，我研发了10年的海陆空防御系统，终于成功了。沈墨，今天我让你和这系统一起完蛋！邢东辉，你疯了！这项目事关夏国国防体系，你不要乱来。你当年当众揭发我学术造假，害我身败名裂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的下场？是你毁了我一辈子。这个项目本来就该是我的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小莫，你醒了，烧退了，真的退了。你这3天昏迷不醒，可吓死姐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小莫，你连姐都不认得了，我是你姐沈欣啊。姐，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？3天前你工坊出事撞了头，一直烧得昏迷不醒。沈天和大伯把咱们赶到这柴房住，还逼着咱们1天磨完千金黄豆，说磨不完就把咱俩赶出沈家。所以这3天您一边守着我，照顾我，一边自己把1000斤黄豆磨完了。他为了我，把手都磨烂了。沈天、沈长海，他的记忆我接了，他这双手的账我替他清。这些废弃的木料零件，刚好能凑出一套省力装置。我穿越了，我难道成了国师？沈墨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！哼，再见到你，我便将你碎尸万段！小莫，你伤还没好全，出来吹风干什么？快回去躺着。姐，我没事儿，我看看这些东西。这3天要不是那台石磨，咱俩早被赶出去了。把水叉拆了改动力源，用滑轮组改变力的方向，齿轮增速。这套系统造出来，效率至少是毛驴的5倍。小莫，你是不是头疼又犯了？没有，姐，我问你，沈长海这2天来过吗？提他干什么？大伯他就盼着咱们熬不住，自己滚蛋。哟，醒了，我还以为你得死在柴房里呢。沈天，你来干什么？看什么？我来看看咱们沈家的大少爷醒了没。醒了就该干活了。皇陵工地3000民夫等着豆饭吃，爷爷发话了，今天的豆粉必须按时送到。可巧，咱家那头拉磨的驴昨天病了。我昨天不是已经给你磨完1000斤的豆粉吗？为何今天还要磨？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！新妹妹这话说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吃我的住我的，出把力气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沈墨也好了，那这1000斤黄豆1个时辰干不完，你们就收拾东西滚出沈家。1000斤，那驴也得磨3个时辰，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驴病了，要么你们干，要么你们滚，我够仁慈。要不是我们向皇上求情，你们磨不完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大恩大德，放你们一条生路，还不知好歹。你水车改水平轴，2级滑轮组增速，齿轮配重平衡6矩，1个时辰，用这套系统，半个时辰都用不了。怎么吓傻了？你以前不是挺能顶嘴的吗？现在知道怕了？1000斤1个时辰，我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接了？你听见没有？咱们沈家的废物大少爷说要1个时辰磨1000斤黄豆子。小莫，你说什么呢？1000斤，你身上伤还没好，
你连推2圈都费劲。姐，你信我吗？我信你，可你要是撑不住，千万别硬扛，姐替你推。给我守住磨坊门口，没我的吩咐，谁敢帮忙，家法伺候。1个时辰后我来验货。沈墨，你要是干不完，带着你姐滚得越远越好。小莫，他们是铁了心要赶咱们走。姐，把门关上。现在驴过来1个时辰，恐怕也磨不完，人更不用说了。姐，你去柴房里把那捆麻绳拿过来，最粗的那捆。水车拆的当动力源，麻绳做传动带，原木是现成的滚轴。他们要我1个时辰磨1000斤，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工业效率。小莫，麻绳拿来了，还有什么要拿的？找找有没有铁钉，半寸以上的至少要20根，还有那把生锈的锯子，墙角那个破齿轮，全部拿过来。好，你等着。主轴用这根原木，磨盘联动轴需要重新钻孔，时间够，只要不出意外，半个时辰就能搞定。莫儿，你在干什么？磨豆子。磨豆子？你拆水车干什么？改造。改造？沈家3代匠人，没有哪个是靠改造2个字吃饭的。莫儿，你连榫卯都认不全，在这拆拆装装的，不怕把这点家当都祸害了？爹，您就别拦着了，让咱们大少爷折腾吧。反正1个时辰到了，他磨不出豆粉，自己卷铺盖滚蛋，咱也省得碍眼。大伯，你口口声声说沈家是匠人之家，可你见过哪个匠人用30年前的老法子干一辈子活？你1个时辰还没到，您可以站远点看着，要是耽误了工期，皇陵工地等着吃豆饭的民夫们，您去交代。好，我就站在这儿看着，看你用一堆破烂能变出什么花样来。姐，过来帮我扶着这根轴。小莫，你真能行吗？姐，你刚才去拿东西的时候，我把传动比算出来了。传动什么？就是说，我让这台机器干1个时辰的活，相当于5头驴干1个时辰。爹，你看他这瞎折腾的，这能有用？让他折腾，磨不出粉，他自己走人，咱们省心。差不多了。能动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转了，它转了！真动了！这不可能！你这堆破烂怎么会转得比驴还快？大伯，只不过是把水力、杠杆和滑轮组合起来而已，这些都是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。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小莫，他真的不会散架吧？散架？我昨晚算过3遍应力分布了，就算连转3天也散不了。应力什么？姐，你只管接粉就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可能！这堆破烂凭什么转得比驴还快？你这麻绳一扯就断，这破木头一压就裂，你肯定在里头藏了人。那你说说，我藏在哪儿了？水车里面还是磨盘底下？墨儿，你这套东西确实有几分巧思，但沈家立身之本是老老实实的匠人手艺，不是这种投机取巧的把戏。大伯，您说老老实实的手艺，那我问您，您用凿子雕花，用刨子平木，哪一样不是在取巧？区别只在于您的取巧是手熟，我的取巧是算出来的。哼，你才学了几天的木工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了？
信不信我把你这堆破烂拆了，让你一样一样给我装回去？沈天，你要是觉得这堆破烂简单，自己上手试试。你这破东西卡死了，根本动不了。卡死？你看好了。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启动顺序而已。这东西你什么时候装上去的？您说这堆破烂的时候，金丫头，莫少爷，我给你俩送早饭来了。莫少爷，这1000斤您什么时候开始磨的？半个时辰前。半个时辰？我作坊里那台官府的年坊，1000斤黄豆子也得磨1个半时辰。您这台，莫少爷，您这是给老卢我开了眼了。沈家要出大能人了。鲁叔，您别这样，他瞎折腾的。新丫头，你别替他谦虚。我卢某做了20年的工坊管事，什么碾磨没见过。你弟弟这套东西，比官府的年坊快了3成不止，3成啊！纸诈！你肯定在豆子里掺了东西，或者你这磨盘做了手脚，磨出来的根本不是纯豆粉。天少爷，我做了20年工坊管事，豆粉纯不纯我还能看不出来？这粉细腻均匀，毫无杂质，是最好的磨法。你就是被他收买了。天少爷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是沈家工坊的管事，不是哪一房的管事。谁的东西好，我就认谁的。你动一下试试。怎么，我拆我沈家的东西，还要你一个废物点头？那你试试。这怎么还能反着转？启动顺序不一样，方向就不一样。给我上！把这2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拿下！你们敢！废物，全是废物！给我起来，往死里打！莫少爷得罪了！我的天爷！你这是什么妖法？你们管这做妖法，这叫物理学。物理？什么学？看不懂，那就对了。大伯，您口口声声说沈家是匠人之家，可真正的匠人，看到新的东西会去学，会去想，会去试，而不是一上来就喊妖法和使诈。你给沈家惹的麻烦，不会就这么算了？大伯，我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，用1炷香的时间造了一台能磨1000斤黄豆子的机器，是给沈家省了工，还是给沈家丢了人？您自己掂量。走，回去再说。莫少爷，您这算是把大房那边彻底得罪死了。鲁叔，不得罪他们，我姐就得累死在磨盘上。这个账怎么算都是我划算。小莫，小莫，你怎么？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姐，以前他们欺负你，你一个人扛，以后换我保护你。那个莫少爷，新丫头，豆粉我先拉走了，皇陵那边还等着呢。鲁叔，谢谢你。莫少爷，老卢我多嘴问一句，您这机器除了磨豆子，还能干别的不能？鲁叔，他能干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莫少爷，以后有用得着老鲁的地方，您只管开口。
小莫，你那个梦里的人是不是真的很厉害？他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工程师要让普通人活得轻松一点。那你做到了。爹，您可要给儿子做主啊！墨儿，他在磨坊里使妖术伤人，天儿打成这副模样不说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物理学，那都是些什么鬼话？咱沈家3代清白匠人，不能让他这么糟践啊！爷爷，孙儿的脸怕是废了，那妖物倒转起来像鞭子一样抽过来，太狠了。去，把墨儿叫来。是。墨儿，你大伯说你用妖术伤人。爷爷，妖术是不存在的，我用的是机巧之术。水车的力通过麻绳传到齿轮，齿轮再带动磨盘，每一个转动都可以用算学来验证。算学？你娘走得早，你爹没来得及教你手艺，你从小连榫卯都分不清，什么时候学的算学？爹，他就是胡编的，什么算学不算学？我看他就是中了邪，正常人哪有他那样的眼神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爷爷，沈家3代匠人有没有出现过不用凿子也能做榫，不用墨斗也能画线的人？沈家3代匠人没出过一个不碰木头不摸凿子的后人。那沈家的手艺是从哪儿来的？当然是祖上传下来的。祖上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是祖上的祖上传下来的。那第一个沈家匠人他从哪儿学的？爷爷，沈家的手艺之所以能传3代，不是因为每一代都原样照搬，是因为每一代都有人往前多走了一步。如果只是重复前人，不求改进，那和抄书匠有什么区别？爹，您别听他狡辩，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凭什么教训咱沈家的立损之本？都出去！爹，我说都出去，墨儿留下。墨儿，你说的那个往前多走一步，你爹当年也说过。你爹走的时候留下半张图，画的是一台不用牛马拉也能走的车，没人看得懂，我把它锁起来了。那个教你算学的人有没有教你怎么把那半张图画完？爷爷，那半张图我能画完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得先让我姐吃饱饭。小莫，今天鲁叔走的时候说，大伯去找了账房。咱俩下个月的月例被扣了，粮房那边也说往后要凭条子领米，大伯那边不给欠条。没关系，姐还能扛，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姐，明天我跟你去码头。不行，你伤才刚好，码头那活不是你能干的。我不扛包，我去看看。看什么？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能变成咱们的活路。快快，官粮今天必须装完，谁偷懒谁扣钱。哟，这不是沈家那个废物大少爷吗？怎么柴房不够住，跑来码头抢饭碗了？你这小身板扛得动1袋粮？太慢了。你说啥？那条船300担粮，按现在的速度要装到天黑。如果有东西能一次运5袋10袋，一炷香就能装完。一次运5袋，你当你是牛还是马？小子，吹牛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小莫，别说了，工头是沈长海的人，你说什么他都会传到那边的。哎呀，莫少爷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地方不是你待的，快回去！新丫头，带着你弟赶紧走。沈长海放了话，谁帮你们就是跟沈家作对。老卢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小莫，你去哪儿？抽水机的气缸能改蒸汽机，铜管做蒸汽管道，车轮做底盘，蒸汽机车的基本构架全在这里。蒸汽在这个时代的第一应用是运输，一台蒸汽车顶50个壮劳力，把300担粮从码头运上船，半个时辰。姐，这些废料能弄走吗？莫少爷，您就别折腾了，那是一堆废铁。老卢我知道您有本事，可这些玩意儿都烂透了，能有什么用？鲁叔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能让码头的装货速度快10倍，你帮不帮我？鲁叔，信他，我信他。行，老卢我豁出去了。这批废料我以旧铁回收的名义记在工房账上，旁人查不着。
但有一条，今晚天黑前得弄走。要是让沈长海的人瞧见，你我谁都扛不住。小莫，喝口水，你一晚上没停过。姐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蒸汽机的心脏，水烧开了变成蒸汽，蒸汽把活塞推出去，活塞连着的轮子就会转，轮子一转，车就走了。你不懂也没关系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明天这车动起来，你就不用再扛包了。气缸密封不够，用进油的麻布缠几层做垫券，蒸汽压力不足，铜管加粗半寸。刹车没有，用一根杠杆顶住轮轴就行。基本成型了，现在就差点火。这啥玩意儿？铁皮包的棺材，好像是沈家那个废物少爷折腾了一夜搞出来的。就他，上次吹牛说能动，结果动了吗？沈墨，你脑子是不是真摔坏了？上次磨坊那堆破烂让你蒙中了，就真把自己当神仙了。这堆烂铁能动一下，我沈天把天字倒着写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让开，挡着光了。好，我今天就站在这儿看着，看你这破玩意儿怎么动，动不了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沈墨就是个招摇撞骗的废物。看好了，我只演示一次。3、2、1。他真的动了，没人推，没牛拉，自己就动了。这个老爷，沈天，你方才说他要是能动，你的天字怎么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妈呀，烫的！这铁疙瘩还是热的。刚才他拉着板车走了好几十步，我还看到板车上装了5袋粮。沈墨，你这东西真能拉货？300担粮，拉到那艘船边上，一盏茶的功夫。一盏茶？你敢立军令状吗？那你先把粮袋装车。姐，你去指挥方向，掌舵的人比推车的人更重要。这100多袋真拉得动？姐，稳住了。100多袋啊，比10头牛还猛！一盏茶，真的就一盏茶。这要是装上3、5台，码头一天能顶之前10年。莫少爷，老鲁我给您磕头了，您这铁车卖给老鲁吧，多少银子都行。卢叔，这车不卖，但码头的货运我可以和你分成，每运1担货抽1成。车我造，我修，我改进，你只管用，只管经营。当真？沈少爷，在下城东赵家商号，您这铁车跟我们赵家合作吧，抽2成都没问题。沈少爷，我们钱家有3条船，每天货运量大得很，您跟我们合作，保准比跟卢掌柜赚得多。这是500两定金，沈少爷您收着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我跟莫少爷先说好的。哼，先说好有什么用？又没力气，价高者得嘛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知不知道规矩？
沈墨是我沈家的人，这车是在沈家码头上造的，用的是沈家的地皮，沈家的废料，这东西是沈家的。天少爷，您这话就过了吧？我们亲眼看着沈少爷通宵拼出来的。他姓沈，他的一切就是沈家的，没有沈家哪有他？你们谁想买这车，跟沈家谈，跟我爹谈。这沈家大房也太霸道了吧！人家造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在旁边嘲笑呢。就是，现在看到值钱就来抢啊！沈天，你说这车是沈家的，那我问你，造这车用的铜管铁板车轮是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沈家的。那你去码头废物堆里翻翻，那里的铁皮铜管，沈家公放的账上记过一笔进项吗？那是卢掌柜以旧铁回收的名义拉来的，记的是工坊的外购账，沈家没花过1文钱。陆叔，契约现在签。陆叔，你看一下，按手印就行。不用看，老鲁信你。沈墨，你当真要跟外人合伙，跟沈家对着干？大伯，您说跟沈家对着干，那我问你，沈家给过我1文钱让我造这车吗？给我姐的月例您扣了多少？粮房的条子您签了几？大伯，您掌管沈家内务，克扣我和我姐的口粮月钱，逼我姐一个姑娘家到码头扛包。现在我做出来的东西有人抢着要，您来说这是沈家的，这话您自己信吗？你放肆！我是你大伯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沈大老爷，莫少爷现在是我卢某的人，您要是在我的码头上动我的人，别怪我卢某不讲情面。沈墨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见老爷子。你背叛沈家，跟外人一起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沈墨，我要让老爷子把你从粗捕除名，你给我等着。莫少爷，老鲁虽然是个粗人，但说话算话。这铁车的货运分成，从今天这趟开始算。小莫，这……姐，以前你扛包养我，以后换我了。那个莫少爷，新丫头，明天还来不来？劳鲁我多备些炭。来，明天带2台新车来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你说的那些我都听明白了。现在我只有一个问题：那个不用牛马自己会走的铁车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爷爷，是真的，我们亲眼看见的。但那东西妖得很，一定有问题。把人叫进来。这是什么？蒸电车的比例模型，爷爷您看好了。它真的动了。爷爷，这就是蒸汽车的基本原理。水烧成蒸汽，蒸汽推活塞，活塞转轮子，只要锅炉够大，蒸汽够足，拉几百石粮材不成问题。你爹当年画那半张图的时候，也点过一根蜡放在炉子旁边，想把什么东西推起来。爹，您别被这模型骗了。这分明就是程海，你先回房去，今晚的事明天再说。
那个教你算学的人，还教了你什么？爹，族老们都在外头等着呢，您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。青山啊，常海来跟我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你家这个孙子近来的所作所为，确实与常人大相径庭。一个18岁的孩子，从前连榫卯都分不清，现在张口闭口算学、物理，还会造出这等铁器，这恐怕不是学来的吧？是啊，爹，沈墨近日性情大变，举止反常，一定是被什么邪祟附体了。那铁车分明就是妖物，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造得出那种东西？爷爷，孙儿今天亲眼看见那铁车喷着白烟就跑了，没人推没牛拉，这不就是妖术吗？您想想，一个连鲁班经都背不全的人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懂这么多？墨儿，你今天当着族老们的面给我一个解释，你这些本事是从哪儿来的？爷爷，我没办法向您证明我是怎么学会的，但我能证明我造的东西每一件都经得起查验。哼，查验？你说查验就查验，谁知道你那铁车是不是没有什么门道？说不定是藏了人在里头推呢。爷爷，您给我1个月时间，完全造一台新的能载人载货的实用铁车。您亲眼看着它从零开始组装，亲眼看着它点火启动，亲眼看着它跑起来。你爹当年画过一张自走车的草图，画了一半就去了。墨儿，你是不是见过那张图？爷爷，我见过的那张图不是画在纸上的，是画在梦里的。梦里，爹您听见没有？这孩子说自己是从梦里学的，这种鬼话您也信？爷爷，正常人谁会信什么梦里学艺？他分明就是编不出谎话了。爷爷，小莫昏迷那3天，我一直守在他身边。他确实发过高烧，说过胡话，但醒来之后，他说的话、做的事，每一件都是清醒的。爷爷，我爹在世的时候，常跟我和小莫说，好匠人的本事，不是从书上学来的，是悟出来的。小莫昏迷3天，也许是他在梦里悟到了什么。你爹确实说过那句话，他说真正的匠人不是学出来的，是悟出来的。我当年不信，觉得他在胡说八道，现在我信了。爹，您怎么……闭嘴！墨儿，我给你1个月时间，1个月之内，你要造出一台真正的能载人载货的实用铁车，从第1块铁锹到最后1块铆钉，全部你亲手做出来。好，你若做成，沈家上下全力支持你，工坊、料场、人手，你要什么给什么。你若做不成，就证明你所有的话都是空口无凭，那就带着你姐姐离开沈家。爷爷，1个月后，您亲自验车。都散了吧，今晚到此为止。墨儿，你爹那半张图，等你造出铁车那天，我拿给你看。小莫，1个月，你真的行吗？姐，1个月都不用，20天够了。好，姐帮你。这个是蒸汽气缸，水烧开变成蒸汽，从这儿进来，把活塞往前推，活塞连着的这根杆子叫连杆，连杆转起来，轮子就转了。莫少爷，蒸汽是什么东西？看见那壶嘴冒的白气没有？那就是蒸汽。
只不过咱们车子里的蒸汽比那个劲儿大100倍。那怎么让它劲儿大？压力，蒸汽憋得越紧，劲儿越大，但也不能太紧，紧了铜管会炸。所以要在中间加一个阀门，这个就是控制出气量的东西。喝口水再讲，你嗓子都哑了。谢谢姐。莫少爷，这是老鲁昨晚上从城西铁铺淘来的，比码头废料里的好使。鲁叔，这管壁厚度刚好，多谢。谢什么谢？老鲁我还等着你的新车呢。拿了东西就想走，是你，大伯让你来的。谢小姐，不是，是我自己。湿炭熄火，铁钳偷工具，火拨桩点火。你这趟活接得够全的。好啊！啊！你主子在老爷子跟前告状，你在这儿搞破坏，老鲁我这就把你扭到组里去。鲁叔，不用送了，让他走。回去告诉他主子，下次来的时候多带几个人，这一个不够用。都回去干活吧，炉子上还热着汤，一会儿端过来。下次在门口再加一道半锁，这次是铃铛，下次让他们尝尝灰包。记住这个词数比：大轮20尺，小轮10尺，大座转1圈，小招转2圈，这就是增速。那要是反过来呢？小轮带大轮，那就是减速，适合需要大力气的时候，比如爬坡。莫少爷，您说的那个压力到底怎么算？万一我们做大了，管子炸了咋办？看到没有？气压越足，这羊肠绷得越紧，超过某个限度，它就会破。铜管也一样，但铜管比羊肠硬，破之前会有征兆，先是漏气，再是变形。这些东西听着真荒唐啊！是荒唐，可细想想，句句都在理上。歇一歇，喝汤，萝卜炖骨头的，我熬了一上午。你先把汤喝了，我盯着你。姐，你以后别光做饭，你把工棚的人记一记，谁手快，谁心细，谁好使唤。以后管人得靠你。姐记住了。新丫头，这是这个月追加的料钱。你们放开手脚干，老鲁不差这点。鲁叔，别跟老鲁客气。老鲁在码头上混了20年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。你们这儿有股个人味儿。鲁叔，车还有10天就能下地了。各位叔伯长辈，我不是针对墨儿那孩子，他毕竟是我亲侄儿，可是他现在做的事确实太过火了。一个18岁的毛头小子，连正经木工都没学过几天，就敢号称要造什么铁车，那不是要把沈家往火坑里推吗？青山啊，长海说的也有道理，沈家传到今天靠的是稳扎稳打，你那个孙子确实闹得太大了。听说他还跟码头上的卢掌柜签了契约，这不是把沈家的手艺往外送吗？爹，您就让我们现在去把那个工棚封了吧，再让墨儿这么闹下去，咱沈家的脸面可就……爷爷，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爷爷，这个叫蒸汽机模型，原理和正在造的铁车一样。墨儿，
你那铁车还要几天？10天。10天之后，你把车开到沈家正院来，让所有人都看着。好。爷爷，沈家1号造好了，您验验。你爹花了一辈子的东西，你给他做出来了。从今天起，沈墨是我沈家的技术主事，沈家所有工坊归他调度。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技术主事历来是嫡长房接掌的，天儿才是沈家的嫡长孙，他一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他自己用手造出来的这台铁车，凭他一个18岁的孩子做了你40年都没做成的事，我还没死，沈家我说了算。从今天起，沈墨的话就是我的话，谁不服，现在就可以离开沈家。墨儿，工坊的事你来管，月例恢复翻倍，还需要什么你直接跟我说。谢谢爷爷。小莫，你梦里那个人是谁啊？一个叫我不要放弃的人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很倔，认准的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但是他教我的东西，每一件都管用。姐，你手艺越来越好了。那当然，姐以前给你缝衣裳，缝一件破一件，现在你结实了，姐的手艺也上来了。小莫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，替姐谢谢他，谢谢他把你还给我。我替他收下了。沈青山，工部令，先帝皇陵修缮工程即刻停工，主墓室结构不稳，东侧8根承重柱全部出现贯通裂缝，怀疑你沈家施工中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。现令你交出全部图纸与监工记录，就地待查。刘大人，这不可能！老夫亲自监工，每一根柱子的石料都查验过3遍，怎么可能出现贯通裂缝？本官不是来跟你争辩，尚书大人亲笔文书在此，圣上也已过目。沈青山，从此刻起，你不得离开工地半步，沈家上下无令不得出入。刘大人，您让我看一眼裂缝在哪儿，老夫能修。沈青山，当皇陵是你们沈家后院的柴房吗？图纸和监工记录交出来，等着工部复查，带走。快，把库房的银票和地契都拿出来！快！你们干什么？爷爷刚被带走，你们就想跑？滚开！皇陵出了事，满门抄斩的罪，你不跑是你蠢，别拦着老子活命！你也是沈家的人，爷爷还没定罪你就跑，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脸，命都要没了，还顾什么脸？哪儿走？刘大人有令，沈家上下无令不得出入，回去。你是何人？沈墨，沈青山的孙子。刘大人，皇陵的工程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图纸和裂缝的位置？你看有什么用？沈青山都解决不了的事，你一个毛头小子。刘大人，皇陵若塌了，沈家满门抄斩。但在此之前，工部派遣沈家承建工程，如今出了问题，工部也要向圣上交代。我若能修，对工部也是好事。3日期限，3日之内，若皇陵不能修复如初，沈家男丁全部问斩，女眷流放3000里。你若想看图纸，跟我来。
但有一句话我说在前头：即便你修好了，你们也活不了。皇陵乃天子万年吉当，知晓构造者，向来殉葬陪陵，这是祖制。带路吧。小莫，你听到了吗？修好了也得死。大伯，你刚才说命都要没了，还顾什么脸？这话说的没错，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，命不是跑出来的，是挣出来的。你跑得再快，能跑出大夏的疆土吗？能跑出官府的追捕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等死吗？姐，看好家，我去皇陵。小娃娃，我刚才说的殉葬的事你不怕？怕，但怕也不能让爷爷一个人扛。上马吧，我带你去看裂缝。看见了，3根主柱，5根侧柱，都是这种贯通裂缝。沈青山说他一贯查验3遍，本官问他，查验3遍怎么会查不出种裂缝？他说是石料本身瑕疵，你觉得呢？刘大人，我能看工部的原始图纸吗？你是说我们工部发的图纸？对，沈家施工依据的那一份。怎么了，刘大人？这份图纸被人改过，3号柱和6号桩的接面尺寸比原设计小了将近2成。我爷爷是按改后的图纸施工的，所以柱子承重不足，才会出现裂纹。谁干的？这图纸是从工部直接发下来的。刘大人，现在查谁改的图是后话，当务之急是先修好皇陵。你说修？3日内8根主柱，怎么修？不拆不换，用外部支撑体系加固，在现有柱子旁边加装木质横架，把穹顶的重量分散转移到新的支撑结构上，柱子不用动，裂缝就不会继续扩大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不换柱子，加固外围，这能管用？大人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让皇陵比原来更稳。若3天后您验不过，沈墨的人头您当场取走；若验过了，您帮我向尚书大人递一句话，沈墨还有比修黄楼更重要的事，想跟他谈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还年轻，不该死在这里。爷爷，您先坐下，把工地全部的图纸和监工记录给我看看。全在这儿了，我贴身带着，官兵没搜走。有人同时改了2样东西，工部的图纸和沈家的验收记录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柱子出问题，让沈家背锅。墨儿，这裂缝真的有办法吗？爷爷，有办法，但是今晚得连夜动工。我需要50根长圆木、200斤铁箍，还有20个最熟手的木匠。工匠都在工地后的棚里关着，我去要人。墨儿，你画的这些线是什么？胜利传导路径。爷爷，您看，穹顶的重量原本全部压在柱子上，柱子裂了，整座墓室就塌。但如果我在柱子外侧加装这个3角形降架，穹顶的重量就会分一半到降架上，柱子承受的压力减半，裂缝就不会继续扩大。墨儿，你这些算法是谁教你的？爷爷，先干活，活打完之后，我慢慢跟您讲。那行，
你要的横架，爷爷帮你扎。看到柱身上这条墨线没有？斜撑必须卡死在这个位置，偏差1寸，受力就偏1分，1寸都不能差。莫少爷，这角度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别问了，干活。都歇一休，热汤来了，还有刚蒸的馒头。你喝完了再画图，我盯着你喝完才走。姐，你从哪儿弄来的食材？鲁叔托人连夜送进来的，官兵拦得住人，拦不住吃食。凭什么让咱们干这种苦力？那些工匠都是吃干饭的吗？沈天，你说工匠是吃干饭的，那你手里这根木头，搬了3趟才挪了20步，工匠们一炷香能搬10根，谁吃干饭？忍着，等这事完了再算账。大伯，等这事儿完了，你还有没有脸在沈家待着？自己掂量。墨儿，第8组横架落位了。天亮之前收尾。工部尚书胡大人到。沈青山，这就是你一夜之间做出来的？回大人，好架是沈墨设计的，加固方案也是沈墨画的。你是沈家哪一房的？回大人，这是老朽的孙子沈墨，他爹就是沈柏洲。大人，属下仔细查验过了，8根主柱的裂缝全部停止扩张，受力分布比原设计更均匀。此等功法属下闻所未闻，但确实管用。沈柏洲当年跟我学了3年营造法式，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世上还有比房子更重要的东西要造，我当时没听懂。你叫沈墨？是。你爹没做完的那件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但我大概猜得到，他画的那些东西不全是为了盖房子。按组织知晓皇陵构造的工匠一律殉葬陪陵，这件事你办一下。大人请留步。胡大人，皇陵我修好了，您要按祖式处置，沈墨绝无怨念。但在那之前，有一件东西，请您过目。这是边关城防改造方案，利用滑轮组提升城墙防御效率，多层弩炮联动系统覆盖正面和侧翼，快速夯筑工事，可在3天内完成普通工队半个月的工作量。大人，皇陵是死人的居所，修得再牢，埋的也是已逝之人。大夏真正需要的是守住活人的疆土。我这套方案能让边关的城墙硬1倍，守军的伤亡少1半。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足够让你多死1次？知道，但我不说这些话，就算活着出了皇陵，跟死了也没区别。刘主事，这份图纸你看过了吗？回大人，属下还没来得及看。那你现在看。大人，这份方案如果真能实施，边关3座重镇的防御力至少提升3倍。属下从未见过这样的结构设计。
沈墨，你听好了，我不管你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学来的。你方才说活着跟死了没区别，这话我年轻时也说过，所以你暂时还死不了。皇陵之事，我会上报朝廷，以将功折罪的名义将你调出此地。之后，你随我回工部，把边关防务的事一件一件做出来。胡大人，老夫给您磕头了，您救了我孙子的命，沈家。谢大人。谢得太早了，等你把边关的城墙造结实了，再谢不迟。沈家大少爷没事了，工部尚书亲自保下来了，还要带少爷去工部任职。你说什么？工部尚书保了他，凭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明明是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废物！他要是废物，你是什么？一个读了10几年书，拜了10几个师傅的嫡长孙，到了皇陵工地上，搬一根木头都搬不动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什么？新丫头，张伯，你弟弟不是凡人。张伯，不管他是不是凡人，他都是我弟弟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只为一件事。从今天起，沈家的技术决断权交给沈墨，以后工坊接什么活，用什么料，做什么东西，墨儿说了算。爹，您这是要把沈家交给他？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！我已经决定了，你有意见，可以现在退出沈家，另立门害。好，爷爷，印事我先不接，我有件事想先去做。什么事？边关，胡臧要我赴工部任职，我想先去边关实地看一看，3个月。工部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这个时候跑去边关，爷爷，守城不能坐在衙门里画图，我得去看山、看水、看风向，不然图纸画得再漂亮，也是纸上谈兵。 3个月，到了日子就回来。你知道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工部？你现在一脚已经踏进来了，却要往外跑。大人，我若是没亲眼见过真正的边关，画出来的城墙图纸就只是空有其形的建筑，称不上保家卫国的防御工事。你爹当年也说过差不多的话，他说没踩过工地的土就不配画工地的图。行，你去，3个月后我等你回来给我看东西。谢大人。边关冷，你身子骨还没好全，去了别逞能，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。鲁叔说那边风沙大，我给你缝了个眼罩，你赶路的时候戴上，别让沙子迷了眼睛。小莫，你梦里那个人还教了你什么？他教我一句话：工程是为人服务的，城墙不是为了圈住人，是为了保护人；桥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让人过河；机器不是为了吓人，是为了让人省力气。你这次去边关，不只是看城墙吧？我想造一些东西，让守城的将士不用拿命去填的东西。那你就去造，姐在家等你。你就是工部派来的，毛还没长齐吧？来边关做什么？画画的还是写折子的？将军，这段城墙的西段，是不是在每年开春的时候会往下沉？
你怎么知道的？那边的地基比别处浅，动土化洞的时候承重不均就会往下陷。如果开春再来一场大雨，这一段至少要垮10丈。方才多有冒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墨。将军，这些零件坏了之后你们怎么修？修？怎么修？最近的铁铺在300里外，一个零件坏了，报上去，工部审批，京城发货，运到边关，至少3个月。这3个月里，这把镀就是废铁。将军，如果我在这里建一个工坊呢？不用大，3间夫子，1个火炉，2个铁匠，专门做边关的维修和补界。在这里建工坊，材料从哪儿来？铁料、炭火、工匠，谁出钱？我从京城来之前已经算过了，在边关建一个钱木工坊，前期投入相当于从京城运3个月物资的6成，只要撑过第1年，后面每年能省6成以上的运输开销。你说的这些能当真？将军，我已经写了上书给工部尚书，只要批下来，3个月内第1个工坊就能动工。我等着看。你这3个月就干了这些，还有建立钱物工坊的预算和选址方案，在第5卷。沈墨，你爹当年也说过一句话，工匠不能只待在作坊里，要去看看东西用在什么地方。他说完这句话的第2年就走了。你现在做的这些事，和你爹当年想做的是同一条路。太子殿下听闻了你边关的事，想见你一面，你可愿去？我去。工部员外郎沈墨奉旨觐见。臣沈墨参见太子殿下。你就是沈墨？胡尚书说你造了个不用牛马的铁车，又修了皇陵，还跑去边关待了3个月，还挺能折腾。殿下过奖。沈大人年少有为，本师也有所耳闻。听说沈大人这些本事是从梦中所得，不知是何种梦境，竟能让人一夜之间精通百功。国师大人说笑，梦境不过是托词，真正靠的是反复试错。国师若感兴趣，下次攻防试车时可以来看看，眼见为实。试车？你边关那3个月就搞了个试车？殿下，我去了3座关隘，记录了各段城墙的风化程度、地基深度、水源分布和风向走势。这是数据汇总，边关防务不能靠拍脑袋，得先知道哪里最弱，哪里最需要补。这些数字是你一个人记的？是。每座关隘走访3天，问守军，看工事，测城墙。沈大人做事确实扎实，只是边关防务重在部署兵力、调度粮草，
沈大人这些图纸和数据，怕是在衙门里画也能画出来，何必亲自跑一趟？国师所言极是，但画图的人如果不亲自踩一踩城墙根上的土，就不知道哪一段是虚的，哪一段是真的能扛住敌军的。这些数据，纸上画不出来。今日既然二位都在，不如就边关防务说说各自的主张。国师先来。殿下，边关之患在于兵力不足，战线过长。臣以为当增兵10万，充实3镇，以重兵固守关隘，敌军来犯，以逸待劳，平城拒守，拖到他们粮尽自退，此为上策。增兵10万，朝廷不是不能调。殿下，增兵10万，一年需要多少粮草，多少军饷？从京城运到边关，一路上损耗多少？如果要打持久战，朝廷的国库能撑多久？殿下，我的主张是以攻代防，前移补给，在边关本地建立工坊，铁器、箭矢、军械就地维修，就地生产。大军未动，补给先行。城防靠的不是堆人，是靠东西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工坊，铁的、木的、机械的，每一个工坊就是一个补给点。敌军围城，城里有铁有炭有匠人，城墙垮了当天就能修。人再多，断了粮照样守不住。沈大人说的轻巧，建工坊的银子从哪儿来？工匠从哪儿来？边关之地，铜铁煤炭哪一样不缺？纸上谈兵容易，落到实处。这是我在边关3个月做的预算，建3个工坊，前期投入相当于从京城运半年物资的费用，但只要撑过前9个月，之后每年能省60%。听着荒唐，算着倒是有理。此事容后再议，二位辛苦了，先回吧。沈墨，走这么快做什么？怕我吃了你？你这辈子换了个名字，换了个身份，说话的方式还是没变。你命真大，换了副皮囊，骨头还是一样的硬；你换了副皮囊，骨头还是一样的脏。你以为你能赢我沈墨？你搞清楚。这是古代，不是实验室。这里的规则不是谁技术好说了算，这里的规则是谁离权力近，谁说了算。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，规则，我就是来改规则的。殿下，臣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过失但说无妨。沈墨这孩子确实有些才品，但年少气盛，锋芒太露，臣担心他一个人揽了太多事，日后若是生出什么不臣之心，过失觉得他会生不嗔之心。臣只是多虑。殿下也知道，沈家是工匠出身，历代与工部往来密切。如今沈墨一介工匠之孙，既掌皇家工程，又涉边关军务，于组织而言，确实有些不妥。臣是怕朝中言官以此公驳殿下，于殿下不利。国师有心了，此事我会留意。边关工坊的款子批下来了，第一笔够你建一个工厂加3个月的料，比我预算的还多了1成。太子那边最近有没有找你？没有，自从上次觐见之后，没有传召。你心里有数就行，去吧。边关的事，趁入冬之前动起来。是。沈墨，有些事急不来，
但工坊的事一天都别拖。我知道。沈公，这才半个月就出了这么些东西。将军，你试试，比京城运来的那些怎么样？比京城来的锋利30%。这箭头是你这工坊里出的？这半个月出了200支箭头，50把刀劈，等熟练了，产量还能翻1倍。这比咱们用了大半年的箭头还锋利。沈公，以后这工坊能一直开吗？只要朝廷的款子不断，这工坊就不会停。小莫，家里一切都好，爷爷身体硬朗，前几天还自己爬上梯子去修屋顶，被鲁叔说了好一通。沈长海父子搬去了城西老宅，很少回来走动。你的月历我替你存着，等你回来。边关天冷，手套是姐自己缝的，你戴上试试合不合手。好好做事，姐等你回来。启禀陛下，工部拨吐边关工坊之款项，3月内已耗银数万两，然边关未见寸工之报，耗资巨大，时效全无。臣以为当立即停拨后续款项，追责办之人。陛下，边关工坊建在关隘之内，产铁器、修军械、造箭矢。3月时间尚短，但臣手中已有初步数据。边关守军因维修及时，军械报废率下降30%。3%无庸，数万两银子就换来30%报废率下降，这账怎么算都亏。御史大人，工程之事前期的投入永远大于后期回报。若此刻停拨，前期投入尽付东流。此事再议吧。退朝。出事了！朝里的款子可能要断了。那这些都白建了。将军，边关3垂城之间往来的商队每天有多少？少说10几只，运皮毛的、运药材的、运盐的都有。如果他们不用骆驼，改用征田车呢？一台车一趟抵30匹骆驼的运量，时间上驼队走3天的路，我这车1天就走完。费用按驼队的1/3算。这东西不会半路散架吧？散1架赔10架的钱，你第一批货免费试运，到了再付钱。行，我这批药材先试试。沈公，这是这个季度的账，工坊的商运收入减去铁料、炭火和工匠工钱，净余230两，而且咱们还给国库交了一笔商税。230两，咱们不仅没花朝廷的钱，还倒给朝廷交了税。把这份账册同一份，快马送去京城给蒲大人。边关工坊开始给国库交税了。回陛下，3个月前工坊自征应商运，以征配车替商队运货，如今不仅不需要朝廷拨款，还能略有盈余。那个沈墨今年多大？18。快，沈公，沈公，火是从外墙烧进来的，有人浇了油。3天之内把车间重新建起来，同时在每一间工坊之间加一道防火隔墙。
沈公，谁跟咱们过不去啊？这不是意外，有人故意破坏轨道。回工坊之后，这段时间所有郑墨车发车前，先派人沿路检查一遍轨道。大人，纵火案和轨道破坏案，我仔细查过，2次破坏的手法一致，用的工具是同一种凿子，凿痕角度相同。这不是普通盗匪做的，是有人专门冲工坊来的。国师的手真的太长了。大人，我想反制。怎么反制？他想要什么，我就偏让他得偿所愿。只是他最终拿到手的东西，会反过来咬他一口。这批核心图纸锁好了，只有我知道放在哪儿。明日一早，我亲自送去京城。拿人！抓了3个人，说是京城贵人指使，但审了半天，没审出到底是谁。国师，你怎么看？殿下，臣冤枉。臣一向以国事为重，怎会派人去破坏边关工坊？这分明是有人构陷忠良，故意嫁祸于臣。沈墨，你的人从3个盗贼口中什么都没问出来，就一口咬定是国师所为。殿下，我没说一定是国师，我只是把人交到了工部，该怎么审是刑部的事。殿下，臣入东宫以来尽心尽力，日夜不怠，如今被人这般疑心，臣无颜再居国师之职，请殿下赐臣去职还乡。行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两边都有不当之处，工坊的安保不够严密，国师也需谨言慎行，以免落人口实。散了吧。辛小姐，边关那边出事了，工坊被人放火，少爷差点没出来，好在人没事。你干什么？我去边关，小莫一个人在那儿，我不放心。你去能干什么？你懂工坊的事吗？你懂打仗的事吗？我是不懂工坊，也不懂打仗，可我弟弟在那儿拼命做事，我不能在后方安坐。热饭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至少他最后一顿热饭得是我给他做的。这是沈家先祖传下来的工部通行令。当年你曾祖在工部任过职，这块牌子能出入工部衙门和各处官办公法，你带上，关键时候能保你们姐弟平安。爷爷，您保重。走吧，都走吧，走远了才能回来。姐，门关上。镇上老伯给的，说是自家地窖里存的，咱们烤了吃。鲁叔用征修车送我到大营。姐，你这一路辛苦了吧？不辛苦，周烈又派人接我过来，比你那时候风沙里走半个月强多了。小莫，你造这些东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梦里那个人教我第一件事就是，工程师存在的意义是让普通人活得轻松一点。这里的将士不用冻死，百姓不用饿死。我造的东西能让他们少流点汗，少流点血，就算没白造。那姐能帮你做什么？你能做的事儿可多了。比如你来了之后，我不用自己洗衣服了。以前俺家那口子下了工回来，饭都懒得做，倒头就睡。现在有人送饭了，他还能跟我多说2句话。新姑娘说了，往后轮班做饭，10个人一组，咱们也能腾出手干别的。这些是守军那边送来的，袖子都破了，今天能补完的话，明天他们就能穿上暖和的。陈公，你姐来了之后，这地方跟换了个人间似的。以前就是个铁匠铺子，现在有烟火气了。将军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，我就一造东西的。你造的不只是机械，你造的是人心。我姐干的活
比我值钱。少贫嘴，把今天的铁屑扫了。将军，这是3座关隘，我计划在这3个地方分别建一个工坊。铁城负责冶铁锻造，机城负责机械组装，药城负责火器制作，3城联动，互为支撑。铁城出的铁料送到机城做成零件，机城的零件送到药城组装成品。这3个地方相隔6、70里，东西怎么运？蒸汽车，商运跑了1年，路已经压出来了，铺上简易轨道，3城之间物资运输2天内就能到。陛下，这是沈墨提出的边关工业走廊计划，3城联动，就地生产，就地补给。前期投入虽大，但一旦建成，边关将不再依赖后方运输。懿旨，第2期拨款照准。那边准备好了？回国时，北漠的信使已经回去了，他们说开春之后随时可以动。好，让他们先动小的，打边关。不用破城，做出声势就行。那大夏这边，朝里的事我来办，你去告诉北漠那边，等太子到了边关，再动大的。是。殿下，臣有一事不得不报。边关工坊建成以来，沈墨集工匠，掌铁器，通商路，调物资，边关军民只知沈公而不知朝廷。臣斗胆，这已有拥兵自重之象。这话是谁让你说的？臣是自己忧心。知道了。准备一下，我要亲自去边关看看。出什么事了？太子要来，来视察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他来的时机太巧了，工坊2期刚批，北边刚刚入春，这个时候来，邢通辉在朝中造了这么多声势，太子这个时候来边关，如果太子在这儿出了事，所有的罪名都会落在我头上。这是阳谋，我不能拦太子来，也不能让太子出事。沈公，你有对策吗？有，但得尽快。太子要来，太子抵达前3城安防，要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太子到的第1天，所有工坊正常运转，城门按时开关，百姓照常出入，不要做任何防人的样子。那万一有人行刺？第二，太子住的驿馆周围，我会布3层预警，第1层在城外10里，第2层在城墙根，第3层在驿馆外墙，全是机关，不露面。莫少爷，这怎么布？用系统丝和铃铛，夜里没人看得见，碰着就响。再加一道陷阱槽，翻墙的落进去，起不来。小莫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第3件事，如果北漠趁太子来的时候进犯，3城要在半个时辰内全部转成防御状态，铁城闭门，机城备车，药城出弹。这3件事，今晚就要开始布置。我现在就去调人。是。你是不是猜到太子来跟邢同辉有关？那你还能这么稳？姐，我在实验室里待了那么多年，养成的习惯就是，越大的事越不能慌，慌了就做错决定，做错决定就什么都保不住了。好，那姐不慌了，姐帮你稳着后面。沈墨，眼前这3座工坊城，你花了多久建成？回殿下，从第1张图纸落地算起，1年零3个月。殿下，沈大人年纪轻轻便有这般手段，着实难得。只是边关重地，攻防遍地，铁器流通，终究要多几分规制，免得生出乱子。国师所言极是，只是边关要先活下来，才能谈规制。百姓有活干，有饭吃，才不会跟着北漠跑。殿下，自从有了工坊，周边流民都来讨生活，3城人口翻了1倍还多。往年开春都要闹粮荒，今年粮价稳得很。哦，工坊还能稳粮价？回殿下，蒸汽车运粮成本不到驼队的1/3，粮商愿意降价，百姓也吃得起，顺带还能运药材、运布匹，整条商路都活了。本宫原以为边关只有风沙和残墙，没想到你在这里造出了一座活城。殿下，边关的根不在城墙，在人，人能留下来，城才守得住。
殿下，民生固然要紧，可军备防务才是根本。臣以为还是应当增兵固城，才是长久之计。先看，看完再说。啊！沈墨，这么大的铁疙瘩，不用人抡，全靠蒸汽带着动。回殿下，一台蒸汽断锤顶20个壮劳力，力道均匀，打出来的零件比人手规整10倍。那这些工匠，每人只管一道工序。殿下英明，这叫流水作业，每个人只做最擅长的一件事，熟了就快，错了也好改，不分尊卑，只分工序。殿下，如今铁城1天出的箭头，顶得着以前半个月的量。将士们手里的兵器坏了，当天就能修好换新的，再也不用等京城送。殿下，奇技淫巧虽能提效，终究上不得台面。军器重在精良可靠，这般快赶出来的东西，怕是经不起镇上折腾。国师若是不信，大可挑一件试试。剑簇的硬度，刀劈的韧度，哪一样不合规矩？臣认罚。京城军器间造了几十年箭头，也没这般均匀锋利的。沈墨，你这套法子能不能用到京城军器间去？殿下需要，臣随时可以把流程图纸整理出来。殿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，再从长计议，北漠打过来，咱们还在用10年前的旧箭头。这东西不用牛不用马，真能自己跑。回殿下，靠蒸汽推活塞，活塞带轮子，只要锅炉有炭有水，就能一直跑，比马车稳当10倍，速度也快了近1倍。殿下，这还只是客运的小车，若修建官方轨道，用大型蒸汽车运粮，南北漕运的损耗能减1半，京城米价至少降30%，灾年赈灾速度也能快3倍。沈大人说的轻巧，修轨路要耗多少银钱，多少人力？沿途州县谁来管护？纸上谈兵谁不会？国师算过账，这般劳民伤财的法子，不用算也知道不妥。祖宗之法，漕运走运河走了几百年，岂能说改就改？祖宗之法是为了活人，不是为了守着规矩饿死人。沈墨，粮运的事回去之后，你写一份详细的折子呈上来，臣遵旨。沈墨，你一个工匠出身，为何懂粮运、懂防务，连治国的道理都能说透？回殿下，工匠看的是物怎么组合，治国看的是人怎么组合，本质是一样的。搞清楚规律，顺应它，改良它，就能越来越好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治国和打铁是一回事。殿下，打铁要先懂铁性，治国要先懂民心。铁性不对，打出来的刀容易断；民心不顺，定出来的规矩没人听。道理本就相通。那你说，如今大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回殿下，是效率低，漕运效率低，1斤粮运到京城剩半斤；军器效率低，1把刀修3个月；边关补给效率低，10斤物资到前线剩3斤，耗损的全是民脂民膏。那依你看，该怎么改？第一，推广新式工房，提升产量；第二，修轨道通商运，降低损耗；第三，把工匠从贱籍里提上来，凭手艺吃饭，凭本事升官，人人有奔头，东西才能越造越好。国师从没跟我讲过这些，他只说要遵祖制，重权术，要平衡文武，驾驭臣下。权术能稳住位子，却没法让百姓吃饱，让边关变强。你呀，说话是真直白，也就本宫脾气好，换了别人，早治你一个妄议朝政的罪。臣只会说实话，殿下不爱听，臣也得说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粮运的折子3日后给我。殿下，臣有句话，如鲠在后，不吐不快。国师但说无妨。殿下，沈墨年少有为，确实难得。可您想过没有，他以匠人身份执掌3城工坊，掌铁器、通商路、调物资，
如今边关军民只知沈公而不知朝廷，这与祖制、与文武分治的规矩都不妥当啊！更何况，富起来的边关还是朝廷的边关吗？他现在能靠工坊赚银子养工匠，将来就能靠工坊养兵，人心隔肚皮，殿下不得不防。你的意思是，沈墨有二心？臣不是这个意思，臣只是担心沈墨年轻气盛，又手握实权，万一被旁人撺掇，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殿下，祖宗定下文武分治，就是为了防止一方做大。沈墨一介工匠，既管营造，又掌防务，还握着商路财权，这实在是预制了。那依国师之见，该如何处置？臣以为应当将沈墨调回京城，安置在工部任职。一来能让他为朝廷效力，二来也能让他离边关远些，免得生出是非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臣是为殿下着想，为大夏江山着想，望殿下三思。沈墨，你的连弩确实比旧制火铳好用。殿下，连弩虽快，必究是冷兵器。臣近日也研制了一样新式火器，名曰震天雷，请殿下品鉴。哦，震天雷，呈上来看看。国师竟有此等神器，有此物在，何愁北漠不破？殿下过奖，此乃臣耗时数年呕心沥血之作，专为破敌阵、摧城墙所造。小莫，这东西不对劲。火药配比不对，这个时代没人能配出这么标准的黑火药。小莫，这震天雷问题很大。何止是大，骁75碳15锌10，这是标准军用黑火药配方。这个配比，这个时代根本没人能凭空造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？他只抄了配方，根本没解决稳定性的问题。引信密封不严，火药颗粒不均，运输中颠簸，温度稍高，都可能自爆。那要是装备全军，等于给咱们自己人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。上了战场，没炸到敌人，先炸了自己人。沈公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真让它量产，可要出大事啊！慌什么？明天我就把这份分析图呈给太子，震天雷绝对不能量产。姐信你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姐都站在你这边。放心，他抄得了配方，抄不了完整的工业体系。这点缺陷，他圆不过去。殿下，这分明是沈墨嫉妒臣的火器之威，故意编造缺陷，污蔑于臣。什么密封不严，容易自爆，全是他一派胡言。殿下是不是胡言，一试便知。臣请国师各造10枚震天锤，当场试爆。若10枚全部安全引爆，无一哑火，无一意外，臣甘愿领污蔑之罪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质疑臣的心血？我是不配质疑国师的心血，可边关将士的命配。要是这东西上了战场，炸了自己人，国师担得起吗？国师，沈墨说的也有道理，是真是假，是10枚便知。好，是就是，臣就怕有些人输了之后不认账。国师放心，
输了，我自会向你赔罪。可若是真出了问题，国师又当如何？真出了问题，臣任凭殿下处置。好，3日后教场当众施报，二位各自准备，谁也不许耍花样。他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手指攥得死紧，脸色也不对，他心里肯定有鬼。我知道，3日后他藏不住的。殿下，您看9枚全部成功引爆，威力也足。沈大人所谓的缺陷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沈墨，你怎么说？殿下还有第10枚，看完再说。废物，连个引心都点不好，还不快上去看看！殿下，臣说过，这不是操作失误，是震天雷的先天缺陷。引线密封设计有问题，10枚里必有1枚延迟引爆或者哑火后自爆。殿下，这要是装备全军，上了战场先炸自己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邢同辉，你给本宫解释清楚。臣，这是工匠操作失误，是他没按规矩来。国师9枚都没问题，偏偏第10枚出问题，次次都是工匠的错。震天雷的完整图纸交出来，让沈公沈月把缺陷改过来。殿下，不可！此乃臣毕生心血之作，怎能轻易示人？万一被小人窃取，臣多年心血付诸东流。心中无鬼，何惧沈月？还是说，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你能造得出来的？殿下，臣对殿下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这镇天宝是臣呕心沥血，耗时数年才研制而成，如今被人鸡蛋里挑骨头，臣心寒啊！殿下，臣入东宫以来，兢兢业业，日夜不怠，从未有过半分异心。如今连一件心血之作都保不住，臣无颜再居国师之位，请殿下赐臣去之还乡。殿下，国师若是问心无愧，改图纸便是，不必这般拿辞官做威胁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匠人的心血，你这种只会投机取巧的人根本不懂。罢了，震天雷暂停量产，此事容后再议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殿下，北漠3万大军连夜奔袭，前锋已到城外30里，半个时辰内便能兵临城下。3万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上个月刚退过一次。殿下，北漠蛮夷出尔反尔，定是听闻殿下在此，想孤注一掷。臣以为当立刻调集守军紧闭城门，再派人快马回京城求援。殿下，末将愿亲率亲兵死守城门，誓与城池共存亡。不用死，周烈听令，立刻传我命令，3城同时拉响蒸汽哨，铁城闭门锻造，优先供应箭矢，基城启动全部征电车队，随时待命。药城清点火药弹药，半个时辰内送到各段城墙。末将领命。沈墨，3万人马，咱们3城守军加起来才8000，能守住吗？殿下放心，我的城墙不是用来挨打的。哼，沈大人好大的口气！3万骑兵踏城而过，你那些奇技渺少的玩意儿，能挡得住马蹄？
国师若是怕了，可以躲进地窖。连弩营，放！沈墨，你的城墙为何能打出这么密集的箭雨？回殿下，3台连弩为一组，轮流上弦，轮流发射，全程脚踩发力，不用人手拉。射速是旧制弓弩5倍。殿下，这还不算完，咱们药城造的箭矢充足，够他们射3天3夜的。沈墨，你这哪里是城墙？你这城墙是会反击的。殿下，这才刚开始，他们的主力还没动。传令下去，各段城墙轮换休整，半个时辰后还有第2波，备足滚油和火箭。遵命。那是什么？铁疯子！殿下，移动攻防，顺带打仗。沈墨，你这铁车竟然还能打仗！回殿下，原本是用来运辎重的，加层铁甲，装2排连弩就能用。北漠骑兵冲不动城墙，也冲不动它。哈哈哈哈哈！沈公，你这玩意儿太顶用了，有这3台铁疙瘩在，侧翼稳如泰山。有刺客，抓奸细！新姑娘，你看这个，国师府的令牌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邢同辉派你来的，让你炸火药库，里应外合。带下去，不用动刑，把他关在空库房里，不给水不给饭。他想说了，自然会说。是。新姑娘，你这手流了好多血，快包一下。没事，先去清点火药，看看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正事要紧。沈墨，你这营地周围到底布了多少东西？3层预警，6道陷阱。知道他们会绕后偷袭，提前布的。殿下，这些人全是北漠可汗的亲卫，专门来行刺您的。要不是沈公提前布了陷阱，咱们怕是要吃亏。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会造，连陷阱都算得这么准？殿下，都是最基础的机关，知道他们从哪儿来，怎么走，提前等着就行。
殿下，大捷，北漠全线后撤，3城无1城被破，城内百姓零伤亡。沈墨，咱们赢了，3万北漠铁骑就这么被咱们打退了。殿下，这只是第一阵，他们退了还会再来。你说的对，但首战告捷，足以大振军心。神公，这一仗打得太痛快了。以前咱们守城，哪次不是缩在墙后挨揍？这次倒好，追着他们打。邢同辉还在城里，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是说，这次北漠来的蹊跷跟国师有关？殿下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，不是吗？别啃冷馒头了，我熬了萝卜骨头汤，还有热饼。你的手怎么回事？没事。今天火药库那边有个间隙，我挡了一下，划了个小口子。小口子，都缠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派人告诉我？告诉你干什么？你在前面打仗，我总不能这点小事都给你添乱。快喝汤，凉了就腥了。太子殿下今晚设庆功宴，你不去？不去。城墙这段没补完，明天北漠再来要出问题。那姐陪着你。姐，今天谢谢你。傻不傻？跟姐说什么谢？好一个邢同辉，好一个国师，竟敢勾结北漠，里应外合！殿下，末将请命，立刻带兵去国师刑拘拿人。去，把邢同威给本宫抓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殿下，国师行辕空了，后墙有一条密道，人已经跑了，只在桌上留下一封信。沈墨这辈子还没完。是本宫识人不清，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人。殿下不必自责，他藏得很深。传我命令，全计通缉邢同辉，边关各处关卡严加盘查，见到此立刻拿下。遵命。沈墨，邢同辉虽然跑了，但北漠还在。这一仗打完，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殿下，不求速胜，以功业所编。功业所编。第一，在3城之外再建10条补给轨道，让物资能快速送到最前线。第二，每隔30里建一个小型哨站工坊，既能预警，又能就地修械。第三，推广新式农具和水车，让边关百姓能种出足够的粮。北漠靠劫掠补给，咱们让他们抢不到粮，攻不破城，耗不起时间，时间一长，他们自然就退了。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沈公，本宫过去有眼无珠，多有猜疑，是本宫的不是。大夏有你，是社稷之幸。殿下言重了，臣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最难的仗还没打完。你放心，往后边关的事你全权做主，本宫在京城给你做后盾。是。小莫，你说邢同辉还会回来吗？会的。他那种人
不会认输。那你怕吗？不怕，以后不管有什么难事，我都顶得住。以后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姐都在。只为能找到你，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有